其实这款威震天也不差，人形方面可以说几乎无敌，但是变形结构使一坨，使两坨，一使两吃，这么理解吧。大黄蜂外传的 SS109号威震天。电影里边并未登场的这么一个角色啊，这回竟然被实体化了出来。400多块钱的售价，其实对于如今的玩具来说，尤其官方涨价的趋势之下，这个也算是一正常水准了。之前这款有炒高的一些趋势啊，快货的价格还是比较贵的。最近港版稳定的下来，官方线稿说明书挺大张的，但是变形只是一团糟。外传的这个美术风格，我个人来说还是挺吃这一套的。之前电影前5部的一些造型，其实适应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把这个东西接受下来，而到了大黄蜂外传，所有的角色我其实都完全可以接受，这个才是概念中我对于变形金刚电影造型的一些期待效果吧。这一次的威震天虽然说在电影中没有登场，但整体的风格来说，我觉得还是挺帅的，符合了我对于电影老威形象的一个预期值。腰甲包括腿部的一些曲线效果，其实和 G1 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。后背来说也是让我很意外的，你敢信这竟是个官方的玩具？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什么偷胶的地方，这一点也是让人感觉到这款玩具诚意十足。在细节的刻画上面秉承了 SS 线的这种板件的丰富感，也有一部分的零件上了涂装，所以这个层次感对比效果会很分明。背包也非常的干净，厚度完全没有问题，尤其脸部造型的刻画，细节的褶皱，这些地方都做得很精致，眼睛点了红漆，真的好看，我很喜欢这个老威的外观造型。头部球形关节360度旋转，胳膊平举没有问题，360度也可以旋转。同时因为变形的需要，这款老威竟然还有蝴蝶关节，这也是好评的地方。二头肌可以旋转，手肘的这个位置左右也能旋转，曲臂可以达到120-130度，手腕独立旋转。而且这回竟然还做了指节可动，虽然是棉手套式的后3指连在一起啊，两端的关节，这可不多见。小臂隐藏收纳这里做了盖板，腰部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。虽然没有弯腰关节，官方很少会做弯腰啊，但是肋部这里侧面填补的还是满满当当的。前裙甲是这样式的折开，完全不影响腿部的前踢，后者也能踢平，侧踢也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是胯部这只是一个轴的关节啊，并没有齿轮。膝盖一段关节，但是135度踢起来是有的。脚踝左右整脚面的接地，大腿根部左右的旋转360度。尤其在官方近几年成本控制这么严重的情况下，这款威震天还能做出来如此优秀的360度无死角的外观。如果这是一个不可变形的可动人偶的话，以这个评判标准来看，这款老威是完全合格的，真的挺棒的。但问题就尴尬在它是坐在了 SS 这条线的一个可变形玩具，这个就显得尴尬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的变形如何吧。首先第一步，为了方便变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泡先摘掉了。小臂的盖板打开，拳头在收纳的时候，第一节指节要塞到这个拳眼里，后边的3指尽量往下贴合，这样才能不卡的放进去。然后捏着双肩整个的脱开这里的卡扣，往后翻折，顺着整个的肚兜前方这里这一块翻折过来，左右的盖子打开，后裙甲左右撩开，往后折叠90度，胯部这里整体的 Z 字折叠拉开，是不是很眼熟？在开始看到官图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款会用围城的坦克 V 魔改出来的一个变形结构，但是没想到它用的竟然是电影2的那个老 V。哎呀，你说嘿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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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腿往前折，大腿下方这里有一节履带的抽拉，把它抠出来。当然不一样的地方，小腿这里打开这个翅膀，整个小腿抠着里边的扣子，我们打开。脚丫子缩进去，然后一个 Z 字折叠往后放，前方这里的卡扣落上来，两边腿部都变完，再把这个裙甲侧面放回去，
接着小翅膀回归之后，把这一块折起来，然后就是我们的找卡扣叉叉乐环节。这俩胳膊呢往后翻，对折起来。胳膊呢左右稍微掰开一点角度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它胳膊竟然是这样的一个曲臂。大炮掏出来，把这一块板对折，后边的一个卡扣插上，然后就可以怼进胳膊里，左右跟这样夹住了。好了，所谓的坦克 V 形态就变形完成了。当然，在这一块露着一个人的脑袋，有一些碍眼。如果你觉得不好看呢，在变形的过程中旋转180度，露这个后脑勺吧，就放这儿吃灰的一张脸。当然，你想堵这个窟窿也可以，把这一块往过对折一下，让这个板子能稍微的盖住一些炮台也就移到了前方来。但是现在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的寒酸一些其实完全可以再分一些零件，把肩膀这一块的装甲利用起来，整个的包过来盖住，让这个坦克的炮台更加的完整。现在这样你说，赛星坦克嘛，对吧？毕竟电影里边也没有登场，将就着凑合看吧。推车滚动啥的做不到，下边这些轮子都是假的，一言难尽。然后我们再来变一个一言难尽的飞机形态。炮台打开，大炮卸下来，下方这里我们先往出翻鼻尖儿，两段折叠放好，脑袋跟这样扣进去，搁这儿吧。这两块放下来，腿部这里左右打开插扣，这块翅膀整个的折叠出来，大的机翼，然后拆开下方履带的卡扣。这里的双关节也拉出来，下方的这块履带180度翻折，就变成了飞机的引擎。大腿上的这块履带往回压，在往内折的时候注意这里边的两个插点位置，根部的关节这里的插扣，以及侧面这里履带上方的插扣，把这两块都对上，怼住。大腿的这一片装甲往外翻折，下方的这一块双关节再往下搓。搓下来以后，这边的插扣再进行固定，翅膀翻好，两边的腿部 M 字打开都搞好之后，胳膊继续往开折。注意这里边的双关节我们先把它拉窄，机头稍微往下抠一点点。背包这里多段的关节折叠往上贴，回归人形那个背包的效果。这里插回来，两条胳膊顺势往下撇一撇，后裙甲这里两块立起来，胯部再把这个 M 字的关节回归插进去，翻到下方来。注意大胯回归之后和裙甲这里会出现一个斜着锁扣，把这个地方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固定位。胳膊这里再跟腿部的插扣进行结合，大炮再折叠放回来。你可以选择两种搭载方式，一种呢是继续收纳在这个位置，当成中间的一个肚子上的炮，但是我跟你说搭载起来插的不是太紧。另外的一种可以搭载在背部，形成一个背包，飞机背着炮的效果。那这款飞机也就变形完成了。怎么说呢？变完了这是个啥呀？坦克形态弯曲两个胳膊暴露在那里，那就是坦克的炮台。飞机形态腿部 M 字拐弯放在这里，这就是飞机的翼展，太牵强了。这个我说实话，这两个形态可以说就是愣拼出来的，避免不了会有一些新人设计师或者说老设计师摆烂的形式存在，但终归来说这两个伪装形态可以说完全不叫个玩意儿。呸，这也就变形设计。垃圾是不是指我？这句话说回来之前有一些消息透露出，外传的威震天原始的模具准备是启用08的3变威震天，当时一废案。但可惜呢，其实各个形态做的都很漂亮，而且也挺符合当时公布出来的那个概念稿设定图的。但为啥没有使用那个计划呢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开价过高了，所以也是找了一个现成的模具强行改吧做了出来。
这款老 V 真的挺尴尬的。你说它人形、可动造型，包括整个的偷胶诚意，无懈可击。但其他的2个伪装形态就感觉像是外行做的呀，这叫变形金刚。我在这款威震天的变形过程中2个形态我感觉不到一块巧妙的逻辑结构，纯粹就是愣攒硬拼，搞出来的飞机也乱七八糟，坦克也乱七八糟。哎呦，挺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。还说官方总在做这个反派角色的时候会很有诚意啊，确实这一款的诚意做的是不错，但是设计方面极其的拉胯。所以这也是就像虎鹰时候说的，为什么在元旦之前就拿到了这2款，也并没着急拍出来。为了这2款玩具赶时间加班通宵把它拍出来，它也没有资格进入年度的评选。要说差吗？其实这款威震天也不差。人形方面可以说几乎无敌，但是变形结构使一坨，使2坨，一使2吃，这么理解吧？唉，玩完这款威震天之后，同样会产生浓浓的惋惜感。一是惋惜本身挺好的一个人形，作为可动小人几乎是满分，但作为变形金刚2个载具形态一塌糊涂。第二是惋惜083变威震天这么精彩的一个模具，可能再也无缘见到了。那么总结来说吧 ，SS109 的外传威震天优点缺点是2个非常极端的体现，人形无敌，剩下的2个形态，唉。